飞花，这是传闻中，万树飞花出，天地间便无路可退，无处可躲，必死无疑。 坏神通，果然是佛门中人。道家绝学灵虚步，这究竟是什么人，能够同时精通佛门和道家两门绝学？靳千华，不染尘。 少年游，谁要春风却不知深秋。金刚不坏神通虽然号称天下无敌，但凡是外门武功都有罩门。你们唐门有一种暗器，可破一切罩门。破了他的罩门又如何？以他的境界，几根针杀不死他。因为我有三字经。好，我信你。暴雨梨花针。 出必见血，空回不祥，集中之极，暗器之王。毒死你呀！求人得人，才算不负此生。老头，就差你了。 天下间再也找不出比这更毒的毒了。27颗暴雨梨花针，还带着温家的三字经，在你的气血中四处乱走，连带着你刚吞下的那些毒一起发作。我再给你一记仙人伏顶，你就可以往生去了。那就有劳你了。 你不会后悔了吧？不会想杀我吧？都说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你就这么放弃了？你要是后悔了，要杀就杀我一个，不要连累唐门。哎呀，啰嗦！师傅，小百里，你疯了吗？你现在上去会被他的内力震的五脏俱毁的。大境逍遥，寸手摸天，不见众生，
不见天地。很多人只记得前半句，却忘了这样的人，最后眼里就只剩下自己了。蓬莱见民谣迟雾，不见人间有仙灵。小莫一，许久不见，你师父金风道人呢？师父已经先去，先生为何忽入神游，来此逍遥？哎，不过想念老友，想来此见见，没想到先走一步了。何谓先走？我是来道别的。不过我说的走，不是走，是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。世间最远之地，莫过于蓬莱。先生要去哪儿？要来蓬莱告别。要去一个女子的心里。我收了很多很多徒弟，我非常喜欢他们。倘若有一天他们能够来到这里，还是想请你请他们喝上一杯，就记在我账上。可先生不是已经告别了吗？这样的告别，难道不是此生不见吗？所以说这账我还不上的。这世上死账坏账这么多，还不允许我来一半。人间太无趣，天上太寂寥，唯我凡事走，此间最逍遥。仙人啊，且把我的长生拿去吧。师傅，快醒醒啊！放心吧，他没死。你到底对我师傅做了什么？呆子，还没看明白吗？这是唐老太爷和李先生联手做的局。局？没错，是他特意找的我，让我帮他做的这场局。唐门传承至今已有300多年了，也算得上是江湖上顶尖的门派之一。若是帮了你这个忙，老爷子，这可就没意思了。你说我不如去拜访一下雷家堡，我有一个徒弟，也姓雷，我很喜欢他，爱屋及乌。不如我去拔一拔雷家堡，拔到个武林盟主的地位，你看如何呀？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哎，坐。这几百年了，唐门还是一个样子，不提到姓雷的，就压根儿意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真是相爱相杀呀！来，喝茶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李先生为何是这般少年模样？有意思，有意思呀！
药王像是知道些什么。上古有大春者，8000岁为春，8000岁为秋。我知道一门武功，就叫大春，它是绝技江湖的门派，逍遥御风门的绝技秘法。而修得此功，要以药石为引，倾一门之力培养。而修炼之人，必是那百年不遇的绝世奇才。此功练成后，30年返老还童一次。哎，可这些我从来没有见过，只是听说呀。没想到今日，原来世间真有此奇功啊，能长生不老。那不知李先生此番目的究竟是为何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这是要谢功。谢功？谢功？李长生这次来找我，主要是想让我帮他卸去这身大春神通。可惜凭我一己之力，无法帮他这个忙。我就想借试毒大会，通过奇毒先窃取他逍遥御风门的药石之术，再由他自己自行卸去这身神通。他还特地安排了这场比试，不管是旁观的人，还是比试之人，经此之后，在武道方面定有所长进，算是他的报答了。可他为何要谢功？连月呀，看来你还是年轻。人在活着的时候，个个惜命短，可若真是给了你8000年岁月，你能耐得住这无涯寂寞吗？你爱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，只留下你自己。胡说！哎呦，师傅，哎呀，舒服呀！重新介绍一下，在下南宫春水，是一位儒雅的读书人。诸位，就先送到这里吧。此行惊起如此风波，只为我一己私利，还望唐老太爷莫要见怪啊！我的徒弟们以后都会名扬天下，而你会是他们有力的竞争者。他们有你，三生不灭啊！怎么，你是算命的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确实还算过2年。2个小崽子，我们走吧。2个？莫非司空长风？先生何事？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当我南宫春水的徒弟？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快答应啊！臭小子，还不答应了？他收你做徒弟是好事。你我之约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以后我算你半个师傅。多谢师傅。好，我愿意。还不跪下？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好，以后你就是我南宫春水的徒弟。快起来吧，我的小师弟。城主
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说了那样的话，还能若无其事的回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到现在才回来？尹世子，金清华，帮我保管好啊。师傅，你当年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啊？其实吧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我想着两人既然已经定了终身，那总得坦诚相待吧。于是我就把我练过大春宫一事告诉了他，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说，我之前一共有过几任妻子？那先生是怎么回答的？我当然说3个了。像我这种洁身自好的人，一世当然只能有1个妻子，绝不可能多。那我知道为何洛姑娘说先生是浪荡子了。一世只有1任妻子，听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啊，是吧？是啊。啊。那百里师叔的意思是，活得越久就可以爱得越多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不是在说师傅的事儿吗？怎么会突然指向我？哦，对，在聊我的事儿呢。哦。哎，你们女人家到底是怎么想的呀？虽然以先生的立场来看，每换一个身份就是一世，每结一次亲呢，那就是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无论岁月多么漫长，只要你还是你，归根结底就只有一世，只有我才是对你而言最独一无二的那个。你遇到我，方知心动的滋味。师傅，那你说完以后，他怎么说的？我说完之后，他面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是也没有立刻发作。他又问了我第2个问题。什么？哎呀，他说，定然是在我之后，你还会有几任妻子？不错，不错。果然，天下女人千回百转的思维，大体都是相同的。哎，小徒孙，你别老是替他跟我置气啊！你倒是问问你这2位师叔，换作是他们，该如何作答呀？百里师叔，你觉得呢？换我会说，下辈子我还没有想过，但这辈子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。司空师叔，那你呢？要我呀，我就说，在你之前，我一直认为感情不过是相伴一时的东西，一人死了便是结束。但遇见你之后，我才发现原来感情可以跨越时间的界限。所以经你之后，我再无其他爱人，再无妻子。至于几十年之后，不过是换个女子，再说一遍同样的话罢了。哼，我这活了180多年，算是白活了。啊，我该叫你一声师傅呀！哎，不妥。师傅，那你最后到底是怎么回答他的？哎呀，我那天也喝了不少，有点醉了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，我哪算得过来呀？
天阁，这是什么？雪月城登天阁一共16层，每一层都有一位高手镇守。越往上，这把守的高手啊就越厉害，尤其是最上面那几层，都是江湖中传说级的高手，功力高深莫测。只有闯关的最高层，方能一眼窥雪月。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不过也没什么，因为我就是传说本身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以前老城主让你来拦我，现在少城主也让你来拦我，我倒想问你，怎么又是你呀？10年未见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哼，因为我是仙人嘛。嗯。师傅这铁头功可真是厉害啊，屡试不爽啊。落水，我来了！曾经你说，相对于武夫，你更喜欢学堂书生，于是我便执掌了学堂。这天下人见我呀，都要尊称一声学堂李先生。可是李先生已死，这一世的我叫南宫春水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曾经，你问过我一个问题。但是那时的我回答错了，现在的我要重新回答一遍。我，南宫春水，这一世往后，就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曾经的我以为，男情女爱，不过只是一时的，一方死了，也就结束了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感情是可以穿越时间界限的。所以你是打算等过几十年后，把这话换个女子再说一遍吗？司空长风，老手啊！我哪知道我随口一说就猜到所有情节了。当然不会，因为我就只有这一生了。这一生，我只与你共度，仅此一生，便是一世。远方出现，燕雀节节穿林间。这夜云烟，风若淡，梦还未绝。原是良辰好景万千，独行飞满沧海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大春宫我散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跟常人一样，生老病死，一生一世。一生一世是让你这么用的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觉得可以这么用啊。真是个傻子。不会，又要赶我走吧？所有人都羡慕的长生不死，你就这么不要了？
其实我当年不过就是一时气话，我并非让你真的陷去这一身大春的。我知道。你还是重新练起来吧。这大春功啊，散了就散了，练不回来了。再说了，我这师傅、门派什么的都没了，也没人能帮我练回来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这么做让我心中有愧，你这是在报复我。哎呀，我没有。不过春夕之柔的烛光明灭，与此火烈将就的那你这么做不会后悔吗？不会啊。你想，我都活了180多年了，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是那个少年。少年人做事本就该冲动，所以此生我不悔。那就不悔。这就是书上最愿写的，人们最愿看到的。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！为了一个女子，放弃长生不死，也只有书里才会写的故事。不过，有情人终成眷属后，就不管我们了。你笑什么呀？笑你啊！笑我？我答应与你同行，就这么开心啊？当然了，因为这可是我人生的第一等钥匙，也是我成为南宫春水的唯一意义。那个与你一起来的那3个人是谁啊？那2个少年人是我的徒弟，那个小姑娘是柳月的徒弟，也是我的徒孙。那不打算把他们接进城吗？哎呀，接什么接呀？碍眼，他们想要进城，就让他们凭自己的本事进，正好也让他们适应适应没有我的日子。哎，不如让你的登天阁好好招待招待他们。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；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晏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2派势力之一。
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二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，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画洞，翻斩秋露白衣最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乾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
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起开！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。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你个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着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
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醉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啊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是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追须强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可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
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。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。女人？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细啊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界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1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1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侄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大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嗅一嗅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肆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
姓顾。所以说，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，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邀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靠边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
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名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。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寻我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
那他刚才说的是？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只是人世中的凶徒，可来做交易的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沈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司空长风，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，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的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，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
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，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得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徐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琢磨多言雷梦莎？